係嗰網友啊，呢個係明史嘅呢個成祖朱棣嗰個補充嚟嘅啫嚇。咁就我係解釋啊明朝嘅兵力啊，去到呢個成祖朱棣嗰陣時咧係極盛時期嚇，蒙古兵咧完全唔夠打嘅。咁我哋要解釋點解明朝嘅軍隊打贏蒙古軍隊。咁之前咧，我一定要先講咗蒙古軍隊點解咁犀利先啊嘛，係咪？好啦，因為呢個軍隊咧係橫世界上發生咁嘅事咧，只係發生過2次嘅啫，即係 before 近代嘅槍炮之前，一次嘅亞歷山大係可以跨洲呢個跨地域都打贏，遠征打贏，一個就係蒙古軍隊打下龐大嘅帝國，即係發生過2次歷史上。好啦，嗱，慶祝馬鞍山新店開張咧，就係最後一日啦，大家呢一隻嘢1888蚊，呢個 MNN 57600就快賣完啲手貨，賣完啲手貨咧等4個月啦，呢個就係咁就係呢一個係每粒400mg 啦，有白藜薈醇啦，同埋有呢個 TMG 啦，值4個月㗎嚇。咁呢一隻買開嘢275蚊啫，呢個就好抵嘅最後一日。蒙古軍能夠快速崛起橫掃歐亞，倚仗嘅係組織結構。嗱，佢哋每個人嘅一個都因為佢哋過遊牧民族咧，就係嗰啲兵啊係刻苦耐勞好多，勇猛好多，而且自細喺馬背上騎射咧係叻好多嘅。但佢哋嘅組織結構、軍事技術、心理戰術、學習能力咧，都係令佢可以做到呢個奇蹟出嚟嘅。蒙古帝國啊，係歷史上最短時間擴充到極大領土嘅例子之一，係史上最大嘅帝國。嗱，巔峰時期咧，佢呢度就話2400萬平方公里，呢個咧係冇計中國落去。如果你計忽必烈嗰陣時咧，你睇下你計唔計元朝？因為有人咧就唔計元朝啊，因為到咗忽必烈嗰陣時咧，個蒙古帝國其實係分開咗幾個，佢再唔係一個統一嘅帝國。咁樣算唔算咧？佢哋計蒙古帝國咧就計到蒙哥，因為佢仲係大汗，所有人聽嘅命令。到忽必烈咧，佢就指揮唔到嘅。但係如果你承認呢個忽必烈係蒙古嘅大汗，將元朝嘅領土加埋落去咧，佢就係世界上最大嘅。從1206年成吉思汗統一到1279年吞併埋南宋，成為實質上最大嘅版圖，73年，即係用咗73年。係去到3000幾平方公里，平均每年擴充32萬平方公里。英國帝國殖民地時期咧都望塵莫及嘅，喺19、20世紀，得英國係有3500至3600，呢個係經過幾個世紀嘅，呢個就係平均咧係11萬公里一年嘅。嗱，由呢度出發，首先打咗一撅金，然後打西夏，然後滅咗西遼呢個花剌子模，然後咧後來咧就一路打出嚟，長子西征，最後旭烈兀東征。結果個帝國咧搞成咁，最後咧就滅埋南宋，呢個滅埋南宋就係世界上歷史最大。旭烈兀東征咧係打到呢一度，呢啲地方打晒，爭啲進入埃及。結果旭烈兀咧就因為蒙哥死咗，率師東還去支持呢個忽必烈。如果唔係咧，就係呢個埃及都冇咗命啊！因為旭烈兀咧就係帶10萬兵去東征嘅，佢出領大部分翻嚟，即係剩翻幾萬俾佢嗰個前鋒啫，幾千啊！結果咧就俾阿木留克王朝咧就係擊敗咗。佢點解咁厲害咧？佢嘅軍事組織幾乎完全係騎兵，有蒙古武器嘅結構性優勢，遊牧民族嘅傳統戰法，佢又識得吸收人哋啲技術，領導層係有天才嘅將領，同埋佢嗰種非常強悍而殘酷，對手差，規模效應整合能力。
嗱，佢嗰陣時咧，呢個成吉思汗啊，創進呢個十進制軍制，後來不停學習啊。到咗呢一個後來，大家不停學習，十夫長、百夫長、千夫長、萬夫長，係打破晒部落制。你知部落制咧，嗰啲人咧就冇咁向中央效忠嘅，佢哋咧就係顧自己部落嘅利益，將啲部落咧就拆散晒。後來清朝都係咁樣樣嘅，部落唔存在，十百千萬，指揮效率極高，全騎兵化。佢哋全部人都係騎兵，一個人有幾隻馬，一人多馬制。佢就含有呢個輕裝騎兵同重裝騎兵㗎。嗱，騎兵嘅作用係兩樣嘢，我簡單俾你聽。一個叫機動，一個叫衝擊。其實總結就係呢兩樣嘢。機動就點解呢？我同你打仗嗰時咧，我走得快過你，於是咧我就掌握咗戰場上嘅主動。因為咧我忽然走咗去打嗰度。咁你要唔要過嚟啊？呢個係你過嚟，我喺途中襲擊你，我啲軍隊散開全國去打你好多地方。你追我，你分路追我咧，我又集中翻打你一個喎。呢啲咧就叫做呢一個就叫做機動戰爭。呢個機動戰爭運動戰，喺運動中邊個係運動得快，嗰啲兵力可分可合，而情報掌握得好咧，嗰個就贏。呢個即係隆美爾話：我得3個呢個坦克師，你有7個坦克師有咩用啫？每次咧我都係2個打1個，你即一個一個數嚟俾我消滅，你知唔知啊？呢個係好啦，佢後期就有重裝騎兵啊！我再解釋啊。嗱，呢一個大量嘅騎兵，於是嗰個軍隊嗰個速度，個 mobility 嗰個就係好犀利，個機動性就好犀利。至於雙方結陣嗰陣時咧，就要有重裝騎兵去衝擊嗰個，就係利用馬，因為馬咧係一隻700-800磅嘅嘢嚟噶嘛，騎埋個人去撞你，就好似坦克車嘅用途，嗰個就重裝騎兵。佢嘅後勤好着數嚇，因為佢從來都係打劫同埋遊牧民族嘅。佢唔需要補給，所以佢可以長程行動。一個去到後來打到歐洲之後咧，佢一路開頭咧，佢主要係呢個輕騎兵，後來咧就加咗重騎兵。去到最後期打到歐洲嗰時咧，一個典型嘅蒙古軍隊咧，重騎兵有40%啊，其實咧係多過歐洲軍隊。我哋印象中咧，歐洲武士全部都係重型騎兵咧，呢個咧就唔係事實嚟嘅。蒙古嘅重騎兵兩雙對陣而撞擊你嘅核心，裝甲好重嘅，佢係用紮甲。咩叫紮甲啊？一塊塊一塊塊將佢連埋，同埋長矛。近戰就用彎刀斧頭。蒙古輕騎兵咧數量更多啦，啊！大主力教弓箭啊，即係點講咧？你喺度咧，你個軍隊譬如歐洲軍隊，佢係整咗個方陣喺度，咁佢咧就衝埋嚟一輪箭雨射你。你除非見得好緊密啫，如果咪一定射死嗰啲人噶嘛。佢射咗你輪，佢就走喎，咁你追唔追佢咧？我問你，靠弓箭射殺靈活突襲，咁於是你就追佢咯。你追下佢咧，佢就翻轉頭有伏兵咧就食咗你，因為咧佢哋逃嗰時咧可以唔亂喎。其實咧，如果佢逃一亂咧，佢就全軍覆沒。佢唔亂，你追佢嗰個咧追下亂咗，你知唔知啊？啲隊伍咧亂咗，咪好食咯。輕騎兵先遠射，長裝消耗，由重騎兵突擊，呢個就係佢哋嘅戰術組合拳。好啦。歷史上橫掃歐亞嘅蒙古騎兵，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倚仗就係蒙古馬。蒙古馬速度唔係特別快，但係耐力驚人。即係咧，我哋睇見馬會賽馬咧，最遠都係兩公里嘅啫，係咪？蒙古人賽馬賽50幾公里，蒙古係賽50幾公里㗎，係長時期奔走，對惡劣天氣適應力都極佳。喺呢個作為呢一種嘅
呢個大量嘅騎兵嘅運動入邊咧，佢係最適合嘅嘢嚟嘅。呢個就係呢一個係邊個畫嘅？呢幅畫係阿玉石刺矛蕩寇圖啊！呢個就係郎世寧畫嘅。呢個就係蒙古馬咧，身高咧比西方戰馬低嘅，係小馬嚟嘅。佢係300-400公斤嘅啫，即係700-800磅。佢可以負重咧，負唔到咁重啊！骨架粗壯，耐力驚人，能夠惡劣環境生存。最重要，佢咧係食乜嘢都食得嘅。佢慣咗佢嘅消化能力強啲嘅。佢可以食草根。你知咧，馬咧係呢個單子類，呢個基子類，呢個係基蹄類。佢嘅消化能力係不及偶蹄類㗎，所以咧佢要食啲嫩啲嘅草㗎。咁咧就係歐洲啲阿拉伯馬咧就要食粟木草，即係要種啲特別嘅蛋白質高嘅草俾佢食，要食嫩啲嘅草。蒙古馬乜都食得。冬天咧自己爬雪覓食。對於要用人工飼料精細管理嘅歐洲戰馬咧，後勤就着數咯。呢啲係適合長途奔襲嘅，而唔係短程爆發。長程奔襲就好緊要，我都話啦，佢就將嗰場戰爭打到變咗運動戰，即係咧運動戰係點咧？等於踢波，我又喐，你又喐，大家都喐，喐下咧，唔知點解我個波咧就入咗啦。邊個喺運動中掌握到戰機，喺局部戰場上掌握到優勢，就係睇邊個運動得叻。運動得叻咧，就係牽涉到幾樣嘢。你運動得幾快，你嗰啲棋移動得幾快，你邊個掌握到情報，邊個掌握到情報，個統帥嘅能力，即係等於咧呢一個捉棋或者踢波。當所有棋喺度喐嗰陣時咧，邊個能夠令到嗰啲棋喺某一笪地方集中？攻擊到你嘅弱點，食咗你啲棋，食下咪贏咯。呢個就係睇個將領個移動能力、補給能力，同埋嗰啲軍隊有幾服從命令。呢個係好啦。歷史花剌子模、東歐遠征呢啲咧都係長距離奔襲、持續追擊。花剌子模一個好嘅例子，花剌子模50-60萬軍隊，但係你要守全國分開。佢咧就忽然之間喺呢度，忽然之間喺嗰度。佢每次打你咧都係集中咗優勢嘅兵力嘅，結果咧都50-60，好似咧打到蒙古軍隊咧多兵過佢，其實唔係，就因為蒙古軍隊嗰個組織、運動、情報咧都叻過你。嗱，第二咧經常講嘅係複合弓嚇。嗱，呢支弓就咁啦，複合反曲弓，咁樣覆翻轉頭咧就叫反曲。呢支弓咧就係關鍵嚟㗎，佢喺射程穿透力咧，可以騎射下邊咧維持高射速，好快射到出嚟。喺機動戰入邊咧，射速同埋彈道平直比單一極大穿透咧更加重要。佢哋係直射，而唔係射上天跌落嚟，又唔係用彈道。蒙古人嘅優勢，呢個複合弓咧係計過嘅力咧。係去到130磅嘅嗰個箭嘅力，而佢哋咧用輕啲嘅箭啊，於是咧佢攞多啲箭衝埋嚟直射，呢個就係佢哋喺馬上單手就射到，呢個係複合弓允許喺移動中一路隻馬走緊，發揮高密度火力，持續消耗，令到你嘅陣營瓦解。衝埋嚟射一輪箭，衝埋嚟射一輪箭，你又死一啲人。於是你就動搖啊嘛！你個陣就係馬弓火力係可以全天候施加，而非短暫爆發，可以雨咁射落嚟。呢個就係蒙古能夠分散敵力、引誘集中殲滅嘅火力基礎。乜嘢叫做呢一個係？我陣再解釋佢呢個弓乜嘢叫複合弓咧？佢係3種材料造成嘅，係有一種好好嘅木質。然後用牛角同牛筋嘅。歷史上咧，將蒙古騎兵嘅志性咧就講話佢嘅蒙古弓更加犀利，
深入研究咧，其實唔係嘅。呢種弓咧唔係蒙古人發明嘅。當日啊，羅馬帝國嗰個前三嗰個好有錢嗰個叫做乜嘢？全軍覆沒啊！對敍利亞兵啊，就係因為死喺呢個複合弓上面。蒙古複合弓同回教突厥馬弓比上嚟咧係差唔多嘅啫，但就好過歐洲弓。主要咧歐洲弓要發揮咁大力量咧，支弓要6尺長啊。佢呢個複合弓就係用牛角嚟到頂嗰個壓力，用牛筋加嗰個彈射力，所以個弓咁長。個弓咁長咧就可以喺馬上邊射，同埋射得好快，你知唔知啊？你一支6尺弓，咪自己阻住自己，呢個唔得嘅。呢個就係仲有佢係制度化，佢哋將弓嘅製造全部標準化晒嘅，維修補給啲部件可以換嘅，呢個就係唔係勝敗歸於一把弓能唔能夠穿甲。戰場上嘅勝利係武器訓練、後勤戰術嘅共同結果。同回教突厥嘅土耳其馬弓比咧，其實都係複合弓，用牛角喺入邊，就等佢可以受壓，唔會爛。出邊咧就用啲牛筋掹住佢，咁個彈力咪好強咯。中間咧就木，而且呢個反曲型，有個反曲型咧，咁係最大力㗎啦。我哋計過，不過喺呢度唔俾你睇啫，係計過嗰個弓力射出嚟係幾遠，佢咧可以射輕啲嘅箭嘅，呢個係不同嘅弓像咧設計咧有少少唔同嘅，但係基本上土耳其同埋回教咧有時個參數咧好過蒙古兵嘅，呢個幾乎上平手嘅。但係歐洲嘅長弓咧就要企喺度射嘅，喺馬背上射。如果喺馬背上射咧，佢哋嘅弓咧只係射唔到咁遠啊！即係蒙古兵衝埋嚟，用嗰啲複合弓射你，你射唔翻佢喎。呢個大鑊喎，呢個就係喺馬上係贏歐洲長弓，但喺步兵咧，歐洲長弓咧係好犀利嘅，依然係佢哋係射重箭嘅。呢個就係好啦，盔甲啦一般嘅印象中咧，都係歐洲武士都係重裝甲，係板甲，所點佢哋嘅武器又好啲，其實唔係嘅。蒙古起兵嗰時，你用輕甲，用皮甲、鱗片呢個局部鎖子為主嘅。征服西方文明之後，征服咗金國之後咧，就學咗用紮甲啦。紮甲咧即係一片片甲，然後咧用啲繩將佢連埋一齊，啲好堅硬，呢啲叫紮甲，你知唔知啊？後來歐洲呢一大塊嗰啲咧就叫板甲，板甲咧其實未成熟嘅，2個世紀後先至大量使用啊。佢入邊咧有着一件底衫嘅，就叫青羅衣，係絲嘅。我解釋俾你聽，紮甲咧比成片嘅板甲啊，嗰啲紮甲咧因為要好啱身先得，要訂做嘅，所以咧好 Q 貴嘅。後來都係。呢個板甲紮甲咧多一片甲少一片甲啫嘛，係咪易啲搞啊？呢個係更適合喺野外修補，遠征時大量爆發。點解有首詩有入邊要着嗰啲青羅衣咧？係中國嘅絲綢，佢支箭射入嚟嗰時啊，碎啲碎片啊，唔係咁容易，即係佢係會包住你支箭頭一齊射入你嘅肉入邊，咁於是咧就冇咁容易感染發炎啊，隔咗一層絲，呢個個好處喺呢度，呢個係11世紀、13世紀歐洲未普遍板甲化，14世紀先係主流。其實當時蒙古嘅紮甲同歐洲主流嘅鎖子甲 chain 嗰啲鎖鏈造成嗰啲甲咧，鎖子甲咧，唔係絕對優勢嘅。征金正宋之後咧，紮甲量產嚇，呢個係中東勢力木林，佢後來俾馬木留克打敗嘛，喺盔甲同戰術上咧係差唔多嘅，大家。呢4項加上嚟咧，蒙古武器嘅優勢係系統性而唔係單一性。首先第一你要明白喺草原同廣闊平原，蒙古兵咧係多馬制，呢個係獨特嘅，一個人3、4匹馬，呢一匹馬攰咗就騎第二匹馬，所以佢可以一日行
幾十里，呢個就係蒙古馬嘅耐力同埋補給都着數，佢乜嘢垃圾嘢都食得。複合弓馬上複合弓係有對歐洲人對送兵嚟講有結構性優勢，而佢用運動戰掌握戰場嘅主動，迫使對方分散兵力，然後再集中殲滅，好簡單嘅。你話係啊，我係都唔分散點啊，我係走住呢度，佢咪又打你呢度，又打你嗰度，咁你睇住嗰啲村莊被燒，咁你要唔要分兵去打佢咧？一分兵打佢咧，你就陷入陷阱咯。面對技術相近嘅回教突厥馬弓文化咧，其實係勢功力敵嘅。至於攻城市咧就要靠技術吸收，佢學到嘢。蒙古人好叻，學到人哋啲技術，一路打咧個打法咧係唔同嘅。佢嘅傳統打法咧都係衝過嚟射一輪箭就撤退，你追佢咧佢就走。走下咧，你發現咧你自己啲隊，你追佢咧，有啲人走得快，有啲走得慢，咪隊伍大亂啦。隊伍大亂咧，佢就係襲擊你啦。呢啲要回馬箭，分割疲勞敵軍，然後重騎兵壓上，呢個就係好啦。嗱，恐怖主義好重要，佢咧就咁嘅。你同蒙古人打仗咧，一嚟就投降，咁咧就得。如果唔係咧，佢殺晒你所有人。喂，佢殺晒你所有人咧，就剩翻晒啲女人、細路仔同埋呢一個工匠嘅，佢真係徹底滅咗你嘅。喂，你聽見會死晒喎，咁咪好多人想投降啊，有好多人都驚喎，呢個就係。而佢真係殺晒你嘅好處係點咧？佢唔使驚你喺背後作反啊嘛。所以咧，蒙古啊喺呢百幾年係殺咗2億幾人啊，呢個係。1221年，蒙古由拖雷同忽必烈進入哈密領土，到赫拉特展開攻城。成宗聽聞咧，尼斯哈布爾大屠殺，即刻崩潰。聽見原來佢哋會屠城嘅，選擇和平投降。進城之後咧，殺晒所有嘅守軍12000人，城市冇抵抗，平民被赦免。幾個月之後咧，當地民眾咧知道蒙古喺第二度遭遇挫敗，就喺大清真寺發起暴動，殺害蒙古代理人。於是佢翻去赫拉特呢次大鑊啦，全面屠殺，殺晒所有嘅居民，灌溉系統都破壞埋。呢個就係好似運動戰啊，好似呢個利格尼茲之戰，呢個好出名。呢個1241年出，呢個就係喺歐洲最後一場戰役。蒙古軍征服匈牙利主力嘅同時咧，佢派支大軍速不台去打呢個匈牙利主力，呢一個拔都去打波蘭，派遣旗下出軍2萬進入波蘭，牽制波蘭，以免波蘭去援助匈牙利。蒙古軍用分進攻勢，先打你啲小城市，然後炸低退，瓦解歐洲騎士同步兵編隊，因為騎士衝咗去前邊，步兵追唔切。戰場上運用煙霧等敵方混亂，接着以箭雨壓制，由輕重騎兵合擊殲滅敵軍。呢個就係呢一個條頓武士團啊，喺呢役咧差唔多係毀滅，但係其實唔係咁多人啫。嗰啲十字軍嗰啲武士團啊，呢個係得70-80人嘅啫。呢個就係1241年，佢終於喺利格尼茲大敗西里西亞公爵。亨利本人戰死，蒙古軍斬咗佢個頭示眾，歐洲極大恐慌。跟住佢回師，由匈牙利結集啲大軍喺度，用啲車圍成個方陣，但係俾佢一輪攻，結果匈牙利又全軍覆沒。現存資料啊，嗱，佢其中一樣贏嘅嘢咧就係情報嘅，佢做好搜集好多情報工作，而佢哋嗰啲資訊係遞得好快嘅。佢哋係俾歐洲即係等於一個開眼嘅打個盲啊！現存史料同現代研究指出，佢嘅呢種叫柯圖驛站，通常咧配置喺20至40英里一帶，常見嘅寫法25至30英里。你行完呢個咧就去咗下一個驛站嗰度，作為一日騎程嘅標準。驛站配備咗換馬、食宿、補給，於是可接力方法穿行。嗱，呢個係蒙古人嘅發明嚟喎，後來中國人學咗。
官方命令、軍事指令、死亡繼位啲消息，幾日間可以跨越幾千公里。捍衛消息可以由韓都迅速去到歐洲戰場。嗱，呢個中國最快咧就600里加急啊嘛，即係一日可以行600里啊。當然咧就即係等於600里，即係200里嘅啫。即係西方里係200幾里，一日行200幾里。所以呢一個係幾千公里都係一日行幾百里，幾日內可以調到。持有官方 PISA 嘅使者可以使用驛站換馬優先權，同埋一個情報流通嘅制度化，大量駐守當地嘅配屬人員咧，亦都係收集到信息嘅。佢嘅情報，佢嘅手做情報嘅工作係遠遠好過歐洲。歐洲完全唔知道自己打緊乜嘢嘢。工程技術係由中國學嘅，佢哋以前冇工程嘅，然後又吸收咗波斯同十字軍。蒙古軍開頭唔識工程，後來由中國人、波斯人、十字軍學到工程技術，包括拉桿嘅，一拉嗰支嘢彈出去，拉桿投石機呢個唔夠犀利，後來學咗呢個 counterweight 嘅投石機，即係咧呢邊擺咗重嘢，好重，你慢慢將啲嘢拉落去，鎖住咗喺呢度，一斬呢個重量，砰一拉，咁咪快好多咯。呢個後來叫回炮，就係學咗呢樣反重力嘅投石機，就打破咗襄陽。蘇俄戰役同征服南陽咧，嘅工程師展開偵測距離更遠、威力更強嘅新型反重力投射炮，呢個回炮，佢係吸收咗呢樣嘢。呢種兵器不但只克敵制勝，亦都逼中國人亦都仿製喎。呢個就係好啦，有火藥，宋朝開始有火藥。佢哋將個火藥帶入歐洲嘅。蒙古軍初期喺北征時接到中國嗰時嘅火藥，中國咧已經咧係將幾十支火箭點喺個木盒度，然後點晒啲尾，嘣一聲咁樣射出嚟。火箭、火焰武器同爆炸彈，後來咧蒙古軍已經多次使用啦。呢個就係好啦，技術吸收啊！喺攻城嗰陣時咧，佢哋就透過徵用俘虜嘅技術人員、啲工程師，以及移植外來嘅器械，迅速補充缺陷。呢個就係呢個最後得到體現，佢迅速吸收咗你哋嘅知識。好啦，你唔能夠否認咧，蒙古嗰啲將領咧出咗一班天才，成吉思汗、窩闊台、忽必烈、帖木兒都係打仗好叻嘅，尤其是成吉思汗係天才，殘酷果斷。帖木兒喺伊斯法爾整咗個人頭金字塔。等敵人畏懼，用人頭整咗個金字塔，呢個就係軍紀非常嚴，所以咧冇人敢唔聽命令。領導層有戰略眼光，吸收異族人才，佢將你啲細路仔養大咗，變咗係佢嘅御林軍啊，叫協薛啊。幾歲唔識講嘢，6歲之前咧就冇記憶嘅，只要拎咗佢嚟訓練佢，佢就係蒙古人，大咗咧就完全聽話。係吸收晒人哋啲孤兒，所以擴充得好快。古典時代咧，波斯、希臘、羅馬咧都係同西徐亞、薩爾摩提亞、帕提亞呢啲草原民族對抗，佢哋係識得點樣同游牧民族打嘅。但到13世紀歐洲咧，已經進入安定文明封建國家，冇經驗，第一次遭遇咁大規模嘅游牧民族。游牧民族係因為佢對騎射先天有掌握優勢，但佢哋有個大嘅缺點係咩？佢哋冇組織嘅，一遇到個組織嘅天才咧就好犀利。所以嗰時啲人話咧，滿洲不滿蠻，滿蠻不可敵。佢哋自己互相殘殺，一盤散沙。如果佢哋夾埋咧，有一個組織天才能夠將佢哋夾埋咧，你就唔夠佢哋打㗎咯。國力不足，蒙古帝國時代國力足以承受多次慘敗，然後吸收教訓，繼續對抗。中世紀東歐國家國力分散，冇大規模嘅常備軍，亦都冇辦法承受一次全軍覆滅嘅代價。所以咧，其實咧嗰次嘅長子西征啊，有啲人呢個有subject to argument，有啲人話咧蒙古嘅國力去到嗰度盡，我唔覺得係嘅，即係真係可以滅晒成個歐洲嘅呢個人。
基礎設施薄弱，好多東歐國家就木造防禦工事，遠不如古典帝國嘅石造要塞，好難抵擋蒙古嘅攻城器械。蒙古唔係單一游牧民族啊！你開頭講嘅蒙古籍嘅之外，佢爸爸嘅蒙古係一小族人，結果咧所有人都變咗蒙古人。其實佢將突厥人啊、亞蠻人啊，全部係改晒，一俾佢征服咗，佢就改咗你哋做蒙古人。結合整個歐亞平原嘅遊牧力量，冇人組織得到將整個歐亞平原嘅遊牧民族合而為一。呢個只有成吉思汗。再加上中國、波斯、阿拉伯嘅技術，變咗混合型戰爭機器。呢種規模同多樣性遠遠超過以前嗰啲單一民族。佢哋吸收咗中國、波斯同阿拉伯嘅技術同人才嘅。呢個就係蒙古軍咁犀利嘅原因。嗱，盤菜6個人998，呢個12個人1488，係送到你屋企噶啦，出名好食嘅。如果你中秋前後嗰幾日要咧，你就要而家訂，因為咧就嗰幾日咧一定爆到。呢啲咧係即日做新鮮俾你嘅。轉眼又到中秋佳節啦，俏貓貓今年誠意推出3款精選月餅，買得多仲有豐富嘅贈品送俾你。雙黃白蓮蓉月餅咧，當然係傳統之選啦。用大碼嘅鹹蛋黃，口感豐富，白蓮蓉細滑不膩，甜度適中，令人回味。每盒4個，早鳥優惠，原價288蚊，而家特價188蚊。人氣之選嘅迷你金沙奶黃月餅咧，奶黃香氣撲鼻，微波爐輕微叮一叮，香滑升級，入口即溶。每盒8個，早鳥優惠，原價298，早鳥優惠198。新品介紹迷你開心果麻薯月餅，開心果咧有氨基酸，有助心血管健康。粗粒開心果配上 Q 彈麻薯，口感層次豐富，素食者都啱食。每盒8個，早鳥優惠248蚊。原價368蚊，香港製造，絕無添加，安心享用。嗱，而家咧買得多仲有贈品喎。你如果以前買咗咧唔緊要，你只要買夠呢個數，可以改單，一樣有贈品俾你。咁你就係最好幫你啲兄弟姊妹啊、親戚朋友啊、同事啊一齊買埋，咁咪攞到贈品啦。買滿5盒。就送台灣沈家3星香蔥花生一樽，價值70蚊喎。買滿10盒呢，犀利啦！送台灣麻豆文蛋柚約3公斤，6至8個，價值288蚊。每年等樹上熟先採摘嘅，果肉細嫩，清甜多汁。買滿20盒，送 BG18 魚子醬30 gram， 價值1080蚊，非常名貴。之前已經預購月餅嘅你呢，贈品照送嘅。如果你以前買咗3、4盒，咁你加1、2盒落去，咁就會送到相應嘅贈品噶啦。月餅網上門市限時優惠下，由9月1號起至9月30號售完即止，攞貨日期呢係喺2025年9月19號到10月3號嘅。